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我知道各位在等我们2077的视频啊，但我们也在等补丁啊，不是啊，是正在做了啊，但是没那么快，毕竟这游戏的内容量很大，bug 量也很大。而在2077之前呢，我想先用一期比较短的视频，接上一个视频来聊聊 PS5 自带的宇宙机器人无线控制器指南。看上个视频的弹幕啊，有些人认为这个游戏根本没有必要玩了但我反而认为这个游戏是 PS5 现在最值得玩的，甚至成了我们游戏开发圈子里的经典案例啊！很多游戏人都去研究它的关卡设计，以它的优秀呢，足以让我们认真对待。我甚至认为，索尼为了宇宙机器人这个 IP 而组建的开发组 Asobi Team 是索尼旗下实力最被忽视的开发组。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做各种游戏的 PS 移植和优化，而自己的游戏只有宇宙机器人这个指南游戏。但是现在，我真的希望 Asobi Team 能有机会开发一款真正完整体量的游戏。就用这小机器人，完全有主角的样子。你看，他走路还点了个肚子，拽得要命。宇宙机器人无线控制器指南，这是 PS5 自带的免费游戏，即便删除了，依然可以在商城免费下载。这名字并不是在致敬太空漫游指南，它真的只是一个使用指南软件，目的一是告诉玩家 PS5 手柄的新功能，二是给开发者如何使用好这些功能做一个示范。那如果我既不是开发者对 DualSense 的功能也了如指掌，基本看了所有 PS5 的测评，连测评的最详细的 Gameker 的视频也看了，还反复看了，甚至还能默写了，是不是就没必要玩这个指南了呢？毕竟 PS4 刚发售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指南软件，大概试了一下就索然无味了。这次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当然不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 PS5 刚入手最值得玩的游戏，我甚至认为这是索尼第一方这几年最好的游戏。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短了，认真玩1天就能全收集通关，就算白金了也最多2天。真心希望索尼能考虑将其做成常规体量的游戏我甚至都给出了这几年索尼第一方最好的评价，那它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会尽量在不剧透太多的情况下给大家说道，毕竟里面有太多的惊喜，还是希望留给各位自己去体会。首先，第一个卖点当然就是对 DualSense 教科书级别的使用，运用的又精准又全面。未来即便每个开发商都认真适配了 DualSense， 也很难做到如此全面，所有功能都用上而且由于它是专门为手柄特性开发的，所以关卡甚至场景设计都是为了体验手柄功能而特别考量过的，这将是未来的任何游戏都做不到的呀。因此，它能把手柄的功能发挥到最大。那具体的体验呢？我上个 PS5 测评的第2段说了很多了，强烈建议没有看过的人先看看那个视频。而这里我再补充一些上个视频没有提到的细节。有一关小机器人变成了球对，就是球。玩家要滑动触控板来滚动小球，用力滑球就滚得快，但惯性也大。慢慢的滑小心地滑就能精准的控制球，但加速度却不够大。总之这一段很好的展示了触控板的精准性但我最喜欢的是路上会设置各种不同的地形，水泥地、草地、冰块、凹凸不平的岩石，甚至还有特地凸出来的方块按钮，每个地形都有完全不同的感觉，特别是凸出来的方块按钮滚上去后，那突兀清晰的咔嗒一下的震感，真的像极了汽车高速冲过减速带的那种硬邦邦的膈应感非常的带感。而我最喜欢的一关是驾驶喷射飞行器的这一关，在这关玩家用2个扳机键，再配合6轴感应来控制飞船的飞行。6轴比之前灵敏和精确不少就不多说了扳机键才是精髓。它完美的把扳机键的3个新功能力回馈、自适应阻尼、自适应段落都给融合在一起，同时发挥出来。我们既能感受到越用力喷射就需要越大的力气，也能够感受到喷射器到了一定的火力就会突然窜上天的段落，也能跟随画面精细地感受到引擎的震动。更绝的是，在这么多力回馈的影响之下，玩家对2个引擎的控制还能非常精准，既能够失控的一飞冲天，也能做到完美悬停或以极慢的速度缓缓移动。这样精细的线性控制，虽然过去在赛车游戏里也能做到，但并不轻松需要把手指绷得很僵硬。但现在得益于自适应阻尼，有一个力和你的手指做抵消，反而更容易获得平衡，稳定在中间的任何键程上。因此，我无比期待 PS5 上的 GT 赛车
DualSense 或将成为最适合驾驶的手柄甚至超过了很多半吊子的方向盘好了，手柄的特性就不多说了，上个视频讲得很详细了，更多的还是等各位自己去体会。但我能给这个游戏如此高的评价，当然就不只是因为它的手柄特性用得好，即便抛开了新手柄的特性加成，游戏本身在关卡设计上也绝对是顶级的水平。上个视频放出一些片段之后，有朋友提到关卡设计很有任天堂的感觉那虽然任天堂的关卡并不是游戏界唯一的评判标准，但它确实优秀的足以成为指引。而没错，宇宙机器人确实一点都不逊色于任天堂。首先，游戏除了教玩家如何用手柄的新功能之外，整个游戏就没有对玩家有任何教学，甚至都很少有场景上的指引，但玩家就是能够无障碍的立马明白关卡的意图。所以游戏虽然有解谜成分，但玩家基本不会停下来思考，而是能立马意会并行动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思考和解谜。但这并不是因为谜题极其容易有些还是有点难度的，但它就是能让人马上明白。这种流畅无需停下脚步的节奏感，在半解谜半动作的游戏里非常关键，它会让玩家找不到退出游戏的时间点，马不停蹄的一路走下去，因此产生畅快感。但它也同时非常难实现即便我知道有这个理论和技巧，并且非常重视，我依然很难在我们自己的游戏关卡里做到怎么调整都不满意。但宇宙机器人里又给了我很多教材。举个最不剧透的例子游戏一开始，小机器人来到大厅，很快会被几个抢眼的建筑给吸引，并且看出来了，它们分别对应着 GPU、风扇、硬盘、内存和网络接口这些电脑的硬件。而它们的抢眼造型和位置一定能吸引玩家尝试靠近。那只要一靠近，伴随着手柄的震动，这些建筑物就会帅气的变形，打开一道缝。只消这一瞬间，玩家就会立马明白这个东西是可以走进去的。这每个硬件应该就是对应一个大关卡，而每个关卡的主题也和这个硬件有关，并且玩家能自由选择。只用几个变形动画，短短的一瞬间，甚至都没有停下脚步，玩家就能获得如此多的信息。当然，直接放几个门在那里也能做到，但就不能把每个关卡和硬件联系在一起，给出的信息不够丰富，不够多维度，并且也失去了让玩家瞬间顿悟的快感。在关卡里面呢，同样也做到了玩家不用停留，随时都能跑起来的畅快节奏。但更绝的是关卡和主题的高度契合就拿散热系统主题来说吧，一进关卡就能看到滑梯不用思考，直接滑下去，很快就能来到一个热闹的沙滩。黄色的沙滩和玩耍的人们暗示了玩家这是一个炎热夏天的沙滩，心里先有了热的概念。在开放式的沙滩玩了一圈后，一定会被中间巨大的沙尘给吸引。那旁边的机器人和路牌鼓励着我们迎风而上，抬头能发现是个巨大的风扇。走进去之后呢，会进入更清凉的澡堂区域。玩家变身弹簧人的途中有很多小机器人没羞没臊的对着你洗澡，非常的色情，哈哈。而下一个场景则是冰天雪地，那再下个场景则是更加深邃的海底水族馆。在心理上，玩家从炎热夏天的概念慢慢变化成了冷冽寒冬。在场景上，玩家也明白了一开始的沙滩原来是风扇吹出去的热风堆积导致，而风扇的里面却是冷如寒冬，立马就能联想到散热系统的效果有多好。而最后一个场景，在宁静的海底水族馆，则有给了玩家安静的心理暗示。那一下子，散热系统的高效和安静就埋进了玩家心里，贴切妙哉啊！除了关卡设计贴切之外，一些场景的细节也让人过目不忘内存草原的2根超大内存竖立在天边，并闪耀着电流。硬盘高速公路串流的飞行器，满满的赛博风。图形处理器丛林，一个巨大的芯片人脸在唱着这个场景的背景音乐。仔细听能听出来他在唱 GPU。而刚才的硬盘高速公路场景呢 ，BGM 的歌词也是 SSD， 超级洗脑。另外，为了贴切游戏的主题，整个游戏的 BGM 都是电子乐。我不知道是哪位大神作曲的，但是听起来特别有 Daft Punk 的感觉。特别是图形处理器丛林的 BGM喜欢 Daft Punk 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听这游戏的 BGM。
而当我们回到一开始的中心广场啊，记得吗？这里有内存、硬盘、GPU、散热、网口，那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抬头看看天花板，是的，这是在 PS5 的里面。那这里有这些硬件啊，就完全可以解释了。看这破游戏竟然还很讲逻辑啊！对了，网线接口是怎么关卡呢？那是联网竞速模式的入口，是不是也很贴切啊？总之，这个小游戏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内容，使命也只是展现新手柄的特性，顺带吹嘘下 PS5 多么牛逼。但它却并不是随便做的小游戏，从功能设计到关卡无形的指引，再到场景所传递的信息，都以最高规格大作的标准考量。从中能看到许多游戏设计的经典案例，是一本每一个游戏从业者都值得研究的参考。而这些还只是从关卡设计上来说的，这个游戏用心的地方还远不止这些。这是个很欢乐的游戏，多人一起玩啊，满是欢声笑语。但通关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在深夜打完的，那一刻我竟然有哭的冲动，甚至眼眶还真的湿润了。这个游戏也太有情怀了，而且不是骗情怀，是实打实的超高质量的情怀。特别如果你是一个 PS 系的老玩家，一定会被感动到，因为这个游戏就是 PlayStation 从1994年到现在26年来的一次大回顾。游戏里所藏着的情怀梗又多又密集，恨不得把26年的回忆一次性浮上心头。首先，游戏里有很多收集要素啊，4个大关分别对应的 PS1 到 PS4，而关卡中间还有很多隐藏收集，有一些是拼图啊，这个等会说啊，有一些则是4台主机之外的产品啊，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一代神机 PSP， 比如 PS2 的记忆卡等等，也有一些很陌生的，比如 PS1 的便携小游戏机。PS1 的便携显示器 ，PS2 的麦克风外设等等啊，每一个都有一句让人会心一笑的描述。比如 PS3 的描述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因为 PS3 的 logo 用的是蜘蛛侠的字体。PS3 Slim 的描述是应该不能再轻薄了，而 PS3 Super Slim 的描述则是好吧，还可以啊，官方吐槽最致命啊。这些收集到的硬件都会被保存在实验室里，随时供玩家近距离观看。因为这些模型真的非常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并且大部分硬件是可以互动的。PSVR 眼镜是可以看的 ，PS1 是可以开盖的 ，PSP、PSV 甚至可以开机。经典的开机动画过后，是更经典的游戏图片啊！等等，怎么好像有点不一样啊？哎，算了。当最后全部收集齐之后，这个原本空荡荡的房间会摆得满满当当，非常有满足感。我没事就会在这里逛一逛，看一看。而我更喜欢的是拼图，全收集后，拼图会变成2幅巨大的画，上面从1994年索尼决定做游戏机一句 Doing 开始，无数的细节和内容都藏在了这2幅画里。PS1 用来展示 3D 性能的霸王龙，第一次使用光盘的骄傲，第一次加入了双摇杆的兴奋。PS2 直接从32bit 升级到128bit 的飞跃。PSP 作为当时最强的多功能影音机器， PS3 用 HDMI 开始进入高清世界。Vita 等于 Live 的深层意义 ，PS4 的分享时代，到最后的 No Stop Next Generation 跟一开始的 Doing 前后呼应，表明了让这幅画卷继续下去的决心啊！我强烈要求索尼发布这个拼图实体版我一定收藏。当然，这游戏的情怀还不止这个房间，每一个关卡里面都塞满了情怀。首先是藏在场景里的小细节，可以走的钢丝其实是 PS1 手柄的连接线，可以踩的垫脚是 PS4 手柄的扳机键。地上散落的石块可能是储存卡，甚至吹过的云都是 PS 的手柄。内存关结束时能看到许多彩键同时放着 PS 的 logo， 当初我们就是在这么小的电视上玩游戏的。硬盘关结束时看到了天空，是 PS2 那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 3D 蓝色特效片头，甚至连音效都回来了当然，国内玩家看的更多的可能是红色的，当时玩盗版总是引导失败另外，游戏里还有一种戴着蓝色帽子、背着蓝色摄像机的小机器人各位玩的时候千万要多注意因为它的出现就意味着某个游戏的梗在那里。它就是 PS 御用的摄像师把游戏里的各种镜头拍下来。这些游戏梗的收集更是游戏最大的乐趣之一那展示几个最容易找到、不那么剧透的我也不用说游戏名字了，各位自己喊出来吧。首先是4个机器人围坐着烤肉，各自背着奇怪的武器，各自玩着自己的 PSP。一个巨大的机器人拿着根巨大的棍子，那远处小小的勇士正对着他，一点都不胆怯。
一个把马桶扣在头上的机器人拖着另一个机器人的腿，旁边的观众还吓得瑟瑟发抖。在沙滩上，一个大胡子机器人带着孩子悠闲地划船，而另一边同样带着孩子的人却拿着砖块躲在墙后，紧张地观察着敌人。有人披着白色披风在冰雪中颤抖，有人攀在岩石边上，似乎刚从失事的飞机里爬出来。戴着尖帽子的哥们儿会用变形的武器在割草，穿着红色大衣的大叔还在装逼。一群人围观着一把巨大的铁剑，而我则发现在峭壁的一旁藏着古代烧饼文明的壁画。当然还有许多这样的彩蛋藏在各个角落，就等着你们自己去发现了啊。而当把所有4关卡都打通之后，最后一关的 BOSS 既然是 PS1 当初刚上路时给我们带来无比震撼的 3D 霸王龙，既新鲜又怀念，既兴奋又感动。好久不见了，老朋友。那最后一关除了霸王龙作为惊喜之外，整个关卡的情感渲染到最后几个送给玩家的礼物都极其令人感动。我就是这个时候热泪盈眶的那具体怎么样我也不多说了，留给大家自己去体会。最后制作人结束名单结束后的 Thank you for playing， 仿佛是一句贯穿了26年的感谢，让我想起了头号玩家里同样的台词。Thanks for playing my game. 这个视频没有舍得把所有东西都展示出来因为我还是希望未来 PS5 价格降下来了，各位能够自己去发掘惊喜。宇宙机器人无线控制器指南这个游戏的乐趣核心，一是非常有趣的并且高品质的关卡，那这个值得每个喜欢任天堂、喜欢这种轻松过关的玩家去尝试。第二个核心就是体会 PlayStation 一路走来的情怀，那这个需要一定的游戏阅历并不适合所有人。但总的来说，这是 PS5 入手必玩的游戏无之一。不过它是免费的所以就没有购买建议了，反而是要结合上一期说说 PS5 的购买建议。那虽然我们对 PS5 的进化有很好的展望但展望这种事是从业者干的。对普通玩家来说，现在 PS5 并没有非买不可的理由，还是要看它未来的游戏支持如何。我觉得一台游戏机至少要有3款想玩的游戏，并且只能在这台机器玩到，才是最好的出手时机。那加上现在价格那么贵截止到今天，光驱版都要6500左右，比原价贵了1倍。我觉得降到4000左右才是合理的价格。所以 PS5 的购买建议是现在不建议购买，未来看能不能有超过3款游戏吸引到各位。好，这就到这里我们努力看看下周能不能出2077希望别出什么幺蛾子好，Game 可以同在，我是念君。阿米诺键盘，我的首选。